在世界去美元化浪潮轰轰烈烈的关键时刻，我们出手增持了美国国债，因为我们对美的斗争要有勇又有谋。大家好，我是施涛。最近美国官方的数据显示在硅谷银行倒闭引爆银行业危机，促使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迅速降温的这个今年3月份两大美国的海外债主，也就是中国和日本是双双增持了美债。那么5月15日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就显示3月份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仍然是日本，中国大陆位居第2位。3月份中国大陆所持的这个美国国债的规模比起2月份来是增加了205亿美元，增加到了8693亿美元。那么这是这个8个月以来第一次我们持有的美国国债是环比增长。那么截至2月份中国是连续7个月减持美国国债这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总的美国国债持仓也是连续7个月创下了新低这是2010年5月份以来的新低。那么从去年4月份开始中国的美国国债的持仓就一直是低于了1万亿美元中国在3月份增持了美国国债，日本呢也增持了美国国债。那么有人就说这肯定是美方对中日施加了压力逼使双方增持其实真相呢可能不是这样的中国和日本根据这一次的报告买的都是美元的短期国债。那这是因为呢当时这个硅谷银行破产导致的这个流动性危机，使得美国短期国债的收益率是暴涨。那么美联储给的这种羊毛这个一定是要薅的这个利率这么高一定是要把它薅回来的。那怎么薅呢？我们可以把长期端的这个国债给抛掉因为这个收益相对比较低，短期端的我们来购买这个国债。也就是说我们薅的是由于美联储的操作导致的这个美国长期国债与短期国债收益率倒挂的这么一个羊毛。那么一般来说长期国债由于它这个占用的时间成本更高它的收益率是要高于我们说的短期国债的。可偏偏由于美联储自己既要通过加息来压制通货膨胀，又要来解救这个美国的银行，那么又因为这个加息引爆了美国的银行业危机导致的短期流动性的匮乏，那么这就使得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曲线出现了非常罕见的这个长短期倒挂。这个倒挂的水平有多大呢？我简单的查了一下，倒挂大概在年化 2% 的水平。那么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一个可以套利的一个收入。那么根据这一次报告我们在3月份增持的这205亿美元可能不是我们增持的全貌，因为在同时长期国债端还是有到期的国债的。因此根据估算3月份我们整体上可能买了大概要300亿美元的国债。如果以300亿美元做基数年化2个点的利息差，这一年下来就是6个亿美元的收入。那这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套利收入。我们说在全世界都在逐渐的去美元化的这么一个征途上，中国更是要积极的应对和布局我们的去美元化的思路，特别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减少我们在美元债券上的持有量。但是这样的一个大方向并不代表我们就要不管不顾的一味的去抛售美债。当市场上出现了这样的美债低风险的长短期套利机会的时候，理性的政府应该是利用这样的机会来赚取更大的收益，只有这样才是对自己的外汇储备负责，才是对持有外汇储备的人民来负责。那么有人就会有疑问我们通过卖长期美债买短期美债的这个行为会不会增加自己的这个手里美债的风险万一要是美债爆雷怎么办？那我们也要客观的看待首先总体来说美债还是这个世界上比较安全的大额资金的投资标的，这点我们还是要承认的。虽然现在美国政府面临着所谓的债务上限危机可能会有债券违约的风险，但是我们也要客观的说，如果美国政府因为这一点债券就发生了违约降低了自己的信用评级，那么它的连锁反应是不堪设想的。
这将导致未来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大上升。因此啊，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结果，美国政府一定会死保美债不发生违约。那么这呢，也是我们敢于抛售长期端的美债，去购买短期端的美债进行套利的一个基本的逻辑。那么当然了，还是有观众不放心啊，如果真的爆雷怎么办啊？如果就盯着你日本和中国就薅你的羊毛，把这个雷给爆了怎么办呢？那我要说，这也其实不是什么大事儿。如果真的美国政府为了这区区300亿美元就把自己上百年的信用积累毁于一旦那大家想想这件事儿，那是不是干的也挺划算的？我们只动用了300亿美元，就把美国的信用给干趴下了。所以说在这个大额的外汇管理的方面中国政府确实还是采取了比较务实的一个策略，并没有由于我们战略目标就改变我们战术上的灵活性。那么这一次呢，美债在长短期端的套利呢，恐怕不是仅有的机会。我们看到5月初的时候美国又由于一系列的银行危机导致了短时间的长短期的这个国债收益率的倒挂。那么很有可能在今年7月份我们看到5月份美国国债报告的时候，又会看到中国还是会出手增持。那么当然大家也要记住，这个增持是咱们在薅美国人的羊毛。大家对这期话题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和交流，也感谢您的关注、点赞、转发支持。咱们下期再见。